现在我将作为你们的底气，我们一起绝不后退。走的累都无所谓，我的心看沿着长大到 try to fly， 把头抬起来 set it on， try to make a brand new world， 拼命开启春日的梦之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振宁。就是在解散前的2个月吧，8、9月份，8月底这样子。你坏坏它是有一点俏皮，有一点撩的一首歌，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这种风格，所以还是想要去尝试一下，开发不同的领域吧，新的领域这样子。然后翻脸的话呢，它其实是一首是在 diss 一些渣男，为一些受过情感上欺骗的一些女性发声，对，为他们发声的一首歌。然后在这首歌上面可以去发泄，然后就唱得很痛快。然后 Moonlight 的话是在我熟悉的领域，因为也是我喜欢的风格嘛，比较偏男团。但是我唯一讲的是一个孤独少年，然后脆弱的内心慢慢的成长，就是有点像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吧。Moonlight 的话，我最喜欢就是他副歌 Moonlight， 就是那个对。然后还有你坏坏，我觉得他不是，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不是那个坏坏，不是这个，我最喜欢的是陷阱。我迷恋到不能自已，我太过沉溺。沉迷在你的陷阱。其实因为我这个最后处理是用混音唱的，所以我特别喜欢。翻脸的话，其实整部曲都很嗨啊，很亢奋。然后其实我在录的时候唱的最爽的就是他对你没感觉，你别那么犯贱。当时跳后退是第一次吗？出舞台，这第一个公演舞台，就是心里的大石头放下了。因为最后成功带领了团队们一起上了舞台，然后也完成了这个舞台，真的是松了一口气。那个时候压力特别大，就一下来其实就崩溃了，其实就哭啊什么的。当时就一下来就一直在那哭，因为就觉得很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。然后自己也坚持到了，也完成了，觉得自己很棒。然后后来的话是第2次后退是。这样我是因为后退被你们看到的，那我也想用后退来结束我在 Unite 的这个身份。我那个麦甩飞了，我跳后退的时候麦甩飞了，就是可能力度太大，然后那个壳在我手上，麦甩飞了。但是我下一句马上我要唱了，所以就是做了个临时的应变，然后把麦给捡起来了。其实这段时间挺忙的，真挺忙，有点像是刚出道那段时间，因为刚出道那段时间也是最忙的时候，然后回到公司可能也需要有各种拍摄啊，各种通告，其实也这段时间确实挺忙的，然后马上又要来一波连轴转，哇，就真的是有点喘不过气来。但其实我是喜欢这样的生活的，为了达到赶紧拿到100万，有了，其实已经有了，因为其实大家很多都开始不讨论 Unite 了，开始讨论个人了。而且 Unite 这个虽然说大家都还会记着，但是其实现在在活动的大家都不会再去，这个团就这样解散了，而且解散的方式可能有点差强人意。团体生活、个人生活当然是最大的改变，就是之前有团有队友，我们可以相互依赖、相互依靠，但现在我只能依赖我自己。也不是说在团的时候我无法依赖我自己，但是可能有队友帮你补上你的短板，你会更有安全感。但是现在的话，你需要快速的提升你的短板，整个人去撑起这整个场面。为什么大家定义的男团一定要关系特别好呢？首先我觉得是工作关系，工作关系以后，你们再说到你跟这个人合不合得来，我们再往更深的一层交往，才变成了朋友，再怎么样的朋友，能交心的朋友也好。但是其实它首先只是一个工作关系，我是这么觉得，客观的理解，所以没有什么塑不塑料的，大家都是同事工作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补充一句，刚才那个观点只对于我对男团的理解，但不会用在 Unite。对 Unite 8个男人没错。我觉得不是塑料的。天哪，胡春阳啊，他绝了！就是基本上我们那天3个人在车上聊，就是很多东西我不知道，可能有的我知道，姚波南不知道，姚波南知道我不知道，但是杨洋他都知道啊，我知道，哎，我怎么样的，也没有，这就
他是那种默默自己看，就是这样，懂了，然后也默默不作声，然后那种会丢瓜出来的下雨都丢，你们看这个，你们看这个。其实都有联系吧，老夏、管乐啊、姚伯南都有联系，其实嘉义也联系，文翰其实都有联系，对，没错，都有联系。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撕来撕去的人，我是一个喜欢就是靠行动去证明的一个人。但是饭圈他这样子肯定是有他的文化嘛，就是不管你们怎么撕了，两方的艺人如果是他俩就真的玩得好，也不会因为你们再撕的怎么样而就是感情会受到怎么样。而且就是我觉得骂来骂去也挺伤身的，就很没有必要，就大家以和为贵嘛。其实可能会有那么1-2个人会什么带什么节奏，其实大家就做一个理智的人，理智追星，没错。他们其实开心就好，你粉谁觉得开心你就去粉谁，让自己开心最重要，我觉得。这个叫仰卧起坐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会有的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爬墙走了，然后其实是它的有一些闪光点你还没有看到，你对它完全不了解，然后你就去了解另外一个属于你的闪光点。当后面你会发现这个人原来他也能这样子，他也能那样，我觉得他回来那也是正常的嘛，一样的，我觉得是这个意思。但有的时候呢，还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我觉得有一点点感情的成分在的，我是觉得对。我觉得我跟粉丝的关系，我一直都是以朋友的关系来跟他们相处。我希望是我们是能互相了解、互相交流的，是我能知道你的一些情况，你能知道我的一些情况，我们才能更好的一起携手走下去嘛。那如果我是完全的把你抛开，拒之于千里之外，那我觉得在有的一些事情上面无法达到共识。不是说那些我不听你说的一些意见了，我只做我自己。对，也有这样的人，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看待事情不一样，但是我的方法就是我把你当朋友。因为我觉得首先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无条件对你付出，他为你做的一些事情，就我觉得很感动。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只是因为我喜欢你，你是我的光，你是我的光芒，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感动。为什么很多人会把粉丝看得那么恐怖吧，看得那么吓人，就不理解。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还觉得他们挺可怜的，有很多人不被理解。我觉得接不接收到回馈不重要，只要你知道我也是在关注你的，你也是在关注我的，不是说非要说你今天对我做什么了，我一定要反馈于你，就是我觉得是用心之间的交流吧，我觉得是。我还挺不喜欢回锅肉这个词的，为什么要叫回锅肉呢？我觉得一个人追求自己的梦想有错吗？我觉得没有错。我经历过了一次失败，我就不能再去追求了吗？那经历过了一次失败以后，我就被人叫成回锅肉了，我觉得很不甘心啊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我觉得是在一个地方摔跤爬起来再去追逐同一个梦想的人的，真的是 respect。 对，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这个环境确实很多都是出来的都00后，也确实有那个年龄上的危机感了嘛。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来说还是95后的世界，我觉得还是在我的认知里，我的环境里，我觉得还是属于95后的。干嘛要 diss 来 diss 去呢？对吧？你们也加油，你们也努力，对，你们也会撑起后来你们00后的一片天，没错。做好了准备，机会就是你的。心态很重要，就是当我拿我来举例子吧，我可能刚进去的时候心态会有点崩，但是可能我有一股劲儿，就是我这股劲儿就是我不服输。虽然说我心态会不好，但是会立刻去调整了，接着往下走。我们不要气馁，不要放弃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多听听别人的意见，最主要的是一个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。首先你要有目标，你往你的目标冲，往你的目标前进，一定没有错。当时带我的经纪人问我，就是你想进哪一档节目的时候，你想不想出道，会问我们这种问题。其实我就是想出道，我说我就想出道，然后问我这要去哪个节目的时候，就是选择青春有你，就是奔着这一刻而来的。2年撑死了，危机感肯定是有的，因为其实这个市场就这么大，而且后面会有一大批新人出来跟你分瓜这些资源啊什么的，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看谁的业务水平，看谁的能力更站得住，更能打。
出道即巅峰，我觉得挺讽刺的。这句话，他的意思就证明了你出道的这一刻就是你人生中的高光时刻，你不会再有高光时刻了。其实我不相信，因为我是个不服输的人，我是不喜欢这句话的。我觉得红啊，红就是大家都知道你。就是大家都知道你的作品知名度吧，我觉得红就是知名度。就像我在街上问10个人，里面8个人都不知道你是谁，那这就不是。但是10个人里面7、8、9个都知道，哦，这个人是谁是谁，我知道。就算我不去看节目，我也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。我觉得这是知名度。我觉得进步空间肯定是有的，对，要加油吧。其实我沪漂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。我那个时候挺一根筋的，因为那个时候，首先我的生活得得到保障，我得自己住的、穿的、吃的，我自己得保障。在这个条件下，我就没法让我自己想太多，我就得往前冲。没有想过要去做这个专业的工作，可能会想着有去做销售啊什么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我销售起来还就是赚挺多钱的吧。其实我有一次真的这样子，我以为我切了号了，就是我的记忆中我应该是切了大号的，然后发小号发，但是还好我手快，立刻把它删了，然后换大号发。但如果真的是发现了出现了这种问题，天哪，那个号就废了，那个号就没法要换号。有啊，其实为什么其实有那么多小号，也不是因为要去什么世间啊什么，其实就是因为怕手滑。其实还好，我觉得其实因为为什么他们能知道呢？其实就是我们知道互相是什么人以后，大家都会知道，哎，你是个很多时候网上会出现一些言论，比如说，哎，这句话看起来那就是李振宁说的，或者这句话看起来怎么看都不像是李振宁说的。其实我们在这些方面得到了一些信任以后，有很多事情不会发生。综艺啊，想要说一些烧脑的智慧型的，比如说密室啊，比如说明星大侦探啊这种东西，还有那个极限挑战这种，有考虑过，但是我想到我项目会的并不多，因为冬季啊都是什么对冰球啊这种我都没玩过，他就怎么有冬季电竞会呢？真的是。有一个拳馆，当时是因为为了方便管理我们所有人，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是绝对不能，只能吃那里的餐。但是我们可能刚开始吃不惯，就是想吃超市里的饭了，然后他就冒着被骂的风险给我们买过来，然后自己挨了一顿骂，很感动，觉得很暖心。昨天就是有看到粉丝给我拍的那个视频。森森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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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场里面最糟心的事情就是练那个《青春有你》主题曲练到崩溃，太崩溃了。没数过，这根本数不过来，3天就要出一个舞蹈，实在是太难太。而且那个虽然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跳《青春有你》就好像是肌肉记忆以来，但真的是跳了无数遍，而且你没学过的话，你就会知道他的动作到底有多碎，而且3天就要跳下来一整首，还要唱带唱的，特别难。最后可能还是做出来了，也挺有成就感的，我们所有人。我觉得是优奈，我觉得没有给我一个好的答复。我觉得交个首付吧，交个房的首付。我的妈呀，1000万直接可以买一套房了呀！我觉得那1000万的话，我会给一半给我爸妈，也不是1000万，把800万给我爸妈，然后自己留200万吧，4亿的挥霍。我希望是在综艺啊，不管是演戏、综艺，还有唱跳、舞台这种，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有李振宁的一个席位吧。更多精彩内容与福利，记得关注搜狐娱乐和我的同事是明星啊，拜拜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深深这张个人 EP， 谢谢。说鹅和桃找谁来救谁？其实我觉得都不用救，你看企鹅它会游泳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它没有裂开，是我用筷子捅过的，误打误撞，卖相还不错。天哪，我给我的饺子打分必须是9.8分嘛，是吧？没错，没毛病，然后非常的好吃。